来重庆的第一站。没戏来过吗？动物园里有白菜，还躺着才吃呢，哎呦！哦，看这瞬间这个人。哎呦妈，拉死我了！在这个四川美术学院这个川美后街的这个地方，这是涂鸦一条街，号称是亚洲最大的这个涂鸦艺术，整个墙上你可以看到全都是涂鸦。然后我们拍一拍这块，看看怎么样。这是我们来重庆的第一站。今天我们这个运气比较好啊，一般到重庆那不都是雾都吗？全都是雾，但是今天还挺晴的。城市可以有很多种的表达方式，可以是斑驳楼道、旧铁门、小面馆里吆喝的生意，也可以是泼洒的红蓝黄绿、自由生长的线条和想象。而重庆九龙坡的涂鸦一条街，就是这样一处市井和先锋相撞，然后相融的所在。涂鸦一条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07年，四川美术学院的师生们和工人、艺术家一起参与制作，画出了这条1.25公里长的街道。墙面是画布，混凝土是语言，红蓝黄绿缠绕一面墙，也缠绕了重庆人骨子里的敢话敢说。在我的左手边那里就是居民楼，在我的右手边这里就是涂鸦一条街，然后一边是艺术，然后一边是居民楼，是生活。这道门就好像是时光机的出口，一脚踏入就掉进了老重庆的慢时光。老物件依旧焕发着生机，而老人也依旧堂前堂后。这里用最笨拙的方式让你短暂地离开喧嚣。说是保持着上世纪70、80年代的茶馆的样，但是说老实话，我也没见过上世纪70、80年代茶馆长什么样。但是这个东西都还挺熟悉，因为我姥姥家都是这样的砖，灰砖，然后这样墙，整个这个墙面，还有这种对，还有这种大风扇，然后这种桌子，对，这种的桌子，还有桌子，这些是我比较熟悉的。或者这个现在这个社会这个压力就不允许你有一个下午的时间待在这个茶馆里头，然后吹吹牛逼、拉拉家常，是吧？然后你看看大山，但是你抽那么一天半天来这儿坐一坐，还是挺好的，我觉着，是吧？不为别的。景区我们是尽量能不去就不去，然后可以花钱体验一点就是这种生活。因为我看好多博主那个视频，说是从去年开始还是前年开始就开始一波拆，到现在它也没拆，不知道为什么。你说到这里我就插一句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在没拆之前就来到这里，我觉得享受一下。如果拆了以后就搬到一个别的地方，它可能没有这么好的感受了，对不对？对。所以就有时候珍惜当下吧，珍惜能看到能坐下来喝茶的这个。你要是在这个交通茶馆丢了一个啊，如果看到这个视频可以过来认领，可以找我认领一个镜头盖啊。
代在向前，楼宇一座接一座的拔地而起。始建于1987年的交通茶馆，依然还有着老重庆江湖的样子，却没有了江湖的气息。这块能看到好多当时的这个照片什么的。梅西也来过吗？这是梅西吗？不是吧？这个巨像。前来打卡的年轻人每天都有，也依然没能挡住那些真正的老茶客。其实交通茶馆并没有刻意怀旧，它只是一直没变，才显得如今的世界变得太快。而我们一定是需要在这新的世界保留这样一个旧的角落。我们今天去看大熊猫，一次性看过瘾。你见过真的大熊猫吗？估计大家都见过，我是没见过，我就电视上看见过。动物园里有什么？有熊猫啊！动物园里有白菜。我看到的第一个熊猫宝宝就叫好奇宝宝。那躺着才吃呢，哎呦，好可爱啊！老太太带着一个发卡还。哦，看到瞬间这个人，活捉一个从小没去过动物园的，真的假的？真的，我从小真没去过动物园。第一次来动物园就是重庆，有大熊猫的动物园。大熊猫动物园可是没几个呀。你看那狗它那舌头，我两只都在睡觉。你看看，哎呀，吓人了！你看，对，它就是让你这样的。曾经的九龙坡用重工业支撑了整个重庆的发展，而如今的九龙坡又用艺术放大重庆的厚重。老厂房没有被拆掉，他们穿上了艺术的外衣。咖啡馆、书店、展览、共创空间，文化和工业的气息没有分家，他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彼此不打扰，又彼此成全。这边是一个全民健身步道的一个识别牌，计算出来你这个时间呀、消耗的这个卡路里啊什么的这类的数据吧。从动物园到金鱼国际文创园，再到彩云湖边的风声，是热闹、灵感和安静，更是一种城市精神的延续。艺术不是高高在上，文化也不是遥不可及，它们就藏在一顿火锅、一杯茶和一个散步钓鱼的黄昏里。再多的烟火气落在这里，忽然就静止了，在车水马龙的城市中留下了一处不动声色的空白。风吹过繁中，云落在莲池，晨光像一页经文，洒在香火未散的廊檐。从红尘一脚踏入空门，市井烟火和檀香拂袖，也许这就是重庆。青瓦灰墙刻满岁月的木梁石柱，佛门之外是城市的血脉，香火之下是生活的余温。在这个节奏越来越快的时代，需要有这样一个地方，可以静心，也可以回望。因为我知道，
或许你只是想来这里，不为参禅，只为被生活轻轻地放下。现在改的好不好？好啊，肯定好噻，肯定嘛。我也觉得特别好。你好，肯定嘛。你们什么时候改造成这样的呀？去年改的嘛。去年，原来是不是特别破呀？肯定啊，没有这么好。没有这么好。这种感觉肯定也没有现在。肯定没有，肯定没有。是吧？这吃完饭溜溜弯什么的，是吧？好嘞。都是邻居。是说普通话嘛，转一转。这个村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它并不是单纯的那种，你比如说把这个地方改成一个网红，它真真正正的能让你感受到这个东西，它是服务于社区的这些所有的居民的。说句老实话，就是我要是生活在这样的社区，我肯定也觉得挺好的，接地气儿的一种生活化、接地气儿的一种改造。所以说，就是老旧小区的这种微改造嘛，我觉得还是挺好、挺成功的。很奇怪的是，相比重庆其他的网红打卡点，这个改造后的民主村，我们却意外地感到更舒服。社区食堂、市井火锅、爸爸茶、农贸市场、便民摊位，民主村没有把旧的时光丢掉，而是和他一起坐下来喝一杯老茶，因为他知道生活不能被更新，只能被理解。来重庆火锅肯定得吃同街火锅，然后还是同街火锅，你尝尝味道怎么样？中辣吧？要不鸳鸯？中辣很辣哟，中辣很辣哟。中辣很辣。中辣有点偏辣哟。是啊，你觉得我们吃不了辣是吧？我也很。哇，看重庆这个料给的呀，真分量真足，没有去选择那种网红的或者是评价特别高的那个，而直接在这个民主村里头，然后找了一家，这家的人气特别的旺。上来这个锅底儿就震了我们一下，这么大巨大的一锅，这么大，2个他的脑袋，我3个他的脑袋，幸亏要的是微辣的，哎呦妈，辣死我了！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是手空却来到了世界，会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生活不止眼前。象征重庆的2样东西，一样就是火锅，另外一样就是轻轨，开往春天的地铁，这是开往火锅的轻轨，就在你脑袋顶上飞驰，哇就过去了。这边这个建筑就是一个火锅，哇还挺好看。重庆是老的，也是新的。当神奇的轻轨穿楼而过，也穿不过旧日人情。九龙坡的故事也在悄悄流转。这是重庆独有的风景，它载着昨天和明天，轰鸣着行驶在今天。这也是这座城市悄悄递给你一张张柔软的、带着温度的请帖。当然，重庆不止于此，还有更多的故事等待着被发现和讲述。如果可以，我希望这一页永远都是未完待续。